我是瓜皮儿。绿箭侠第3季前情提要。雷小五看中奥利弗并钦点他成为新一任忍者大师，可奥利弗却选择拒绝。虽然继承联盟好处多权力大，但是违背了美剧的片名啊。奥利弗不想忘记初心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麻烦。刺客联盟的模仿者疯狂屠戮，绿箭侠的名声一落千丈，就连雷也穿上战甲亲自抓捕奥利弗。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两个人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尴尬，但联盟并未停手，市长遭马小射杀，而后他的剑又瞄向了菲利西蒂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雷不顾生命扑向了菲利西蒂，而剑却插进了自己的胸膛。昆汀瞥着窗口一看，绿箭侠过不了那么多，先打电话救人。这件事可以说彻底轰动了星城，昆汀已经向上级申请了1级谋杀逮捕令，绿箭侠成为了全民公敌，这都是马小干的。昔日的兄弟现在对奥利弗来说就是陌生人，恩怨早就一笔勾销。经过抢救，雷活了下来，但是拔出剑的时候形成了血栓，严重的话会引起脑缺血，再加上雷现在身体虚弱，不宜2次手术，动刀可能会死，不动刀可能会脑损伤。雷却毫不在乎，他曾经发明了很多纳米机器人，能够毫发无损地进入他的血液里治愈血栓，可医生不相信也不同意，这种实验性手术医院是明令禁止的，雷只能另想其他办法。同一时间，奥利弗找上了尼萨，位置都快让你继承了，我他妈凭什么帮你？随后奥利弗搬出萨瑞，这个城市有着萨瑞的家人，不能让联盟为非作歹。联盟在星城的大本营处在一栋废弃大楼内，尼萨只负责提供情报，他并不打算跟联盟敌对。众人立即前往大楼，马小这次丝毫不留情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玩起了近战。奥利弗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斗力，分分钟就打趴了所有人，这让全程 OB 的雷小谷更是鼓起了掌。这继承人选的没毛病啊！雷小谷这会儿玩了点手段，要么现在就答应自己继承王位，要么就去监狱养老。雷小谷早就匿名报警，这是场鸿门宴，绿箭侠的名声臭了。警方派来大批火力赶来，奥利弗带队直接跳楼，警方已经封锁了周边3个街区，这次恐怕是插翅难逃了。奥利弗让罗伊2人快跑，警方的目标只有绿箭侠1个，奈何人数太多，根本无法脱身。昆汀还准备大义灭亲，让女儿去反省一下，还是尼萨赶过来救走了 Loro。奥利弗这边也是有惊无险的逃脱了追击，看来击败马小改变不了现状。雷小谷铁了心要让奥利弗继位，昆汀又不给面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星城会乱成一锅粥。刚刚召开完发布会的昆汀被联盟生擒，雷小谷再次出手了。你想抓住绿箭侠太难了，可如果抓住奥利弗，是不是就会变得简单的多呢？这让昆汀对绿箭侠更加憎恨。萨若第一次死就跟奥利弗有关，第2次依旧是因为奥利弗。其实2年前他就有过这种猜测，只不过绿箭侠一直在做好事，他没有去深究真相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此时此刻警方已经包围了奥利弗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，奥利弗察觉到了危险，直接跑到了迪哥家避难。这次事态比他想象中的严重，因为昆汀已经对全城公布了绿箭侠的身份。另一边，菲利西蒂看着雷越来越严重，被这医生注射了纳米机器人，结果雷脑内的血块奇迹般的出现了好转。本来是高兴的事儿，看了眼电视，直奔奥利弗所在地。警方冻结了昆汀家族所有的卡，封锁了所有交通工具，奥利弗哪怕是一丝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而现在他也只能去一个地方。当奥利弗走进警局的那一刻，数十把枪对准了他。劳若争取到了5分钟的时间。奥利弗之所以这样选，是害怕连累朋友，最佳策略就是自首。雷小谷已经把他逼到绝路，不管对与错，开始于自己，也将结束于自己。当晚，奥利弗被押往铁山监狱。这一路上，昆汀都没好气儿，质疑奥利弗的信念，辱骂奥利弗的人格。就在此时，变故发生，绿箭侠袭击了运输队，可他并未还手。罗伊摘下兜帽，主动认罪。这个决定他没和任何人商量。随着绿箭侠罗伊被抓，奥利弗的冤案不攻自破。罗若抓准这个时机申请了赦免令，即便昆汀全力再打也得放人。罗伊下这个决定并不是脑子一热，一是因为这条命就是奥利弗救的，还有星城现在需要绿箭侠，需要奥利弗。奥利弗已经改变了他的一生，这一切全当报恩了。随后奥利弗开始计划营救罗伊，可就在此时，又是一个爆炸新闻：星城出现一转化人，疯狂掠夺了多家银行，而昆汀还是没有善罢甘休，带着搜查令来到了夜店。这一趟来得突然，地堡的东西都没来得及隐藏，然而现场却只有罗伊的指纹。幸好菲利西蒂有先见之明，可惜装备被警方全部扣押，何提对抗转化人呢？况且绿箭侠现在不能露面，一旦行动，罗伊的牺牲将前功尽弃。本想叫白瑞过来，但白瑞现在比奥利弗更忙，逆闪就够他头疼的了。只剩最后一个人了。菲利西蒂带着奥利弗找到了雷，原子侠是守护星城的最后防线。雷当时乐开了花。
处理了一下监控画面，雷识别了转化人的名字西蒙斯。这个人比一般罪犯要危险得多，相比奥利弗，雷还是缺乏经验，只能遵循一个条约，打不过就溜。随后原子侠飞往现场，留在幕后的奥利弗终于感受到了平时伙伴们的心情。此时西蒙斯出现，一激光下去，雷倒飞10几米，他反而给西蒙斯充了能。眼看情况不妙，雷撒丫子开溜，战甲开始在飞出去的时候发生了故障。奥利弗让他别过于相信科技，人类的直觉比装甲更可靠。在他眼里，弓箭只是工具，真正的武器是奥利弗自己。不想下次送死，就别过于依赖装备。监狱这边，罗伊可以说是引起公愤，每个罪犯都想要了绿箭侠的命，罗伊对付他们自然不在话下。即便手铐在手，也能轻松单挑4、5个，受伤是在所难免的。消息传出来后，奥利弗急眼了，那是自己的徒弟兄弟，如果再不把罗伊救出来，他可能会死在里面，谁劝都不好使。顾全大局，菲利西蒂劝他先收拾西蒙斯，谁劝都不好使，除了菲利西蒂。随后菲利西蒂去安装传感器，谁能帮他们找到西蒙斯的下落？结果半路被截胡，看见妹子西蒙斯更是两眼放光。男人根本不怕原子侠，上次可是被打得落荒而逃，气得雷当场差点撕烂衬衫，把裤衩穿在外面。菲利西蒂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搬下气阀撒腿就跑。奥利弗和雷想出一个绝佳妙招，原子侠的科技加上绿箭侠的直觉，奥利弗直接远程操控雷去战斗。多年的战斗经验不给西蒙斯任何机会，一顿预判加猛锤打得男人嗷嗷叫娘，可传感器还是被激光破坏。接下来的战斗只能靠雷自己了，奥利弗只能不停地鼓励他反击，雷更是人狠话不多，直接抠眼珠子。随后一套军体拳带走了西蒙斯。与此同时，罗伊将被转至其他牢房，然而他防住了罪犯，却没防住狱警，一刀下去，当即瘫软在地。很快噩耗传来，罗伊抢救无效死亡，奥利弗硬是忍住了眼泪。就当他后悔没有去硬闯监狱的时候，罗伊又走了过来。这一切都是迪哥跟菲利西蒂设的局，从一开始他决定坐牢就已经计划好了结局。狱警是天眼会派出去的特工，他避开了罗伊的要害，并在刀刃里藏了贝塔受体阻滞剂，延缓心跳造成假死。这一切谋划的天衣无缝，绿箭侠死了，那奥利弗就是无辜的。奥利弗救了他们太多次，这次换他们救奥利弗了。至于罗伊，他只能隐退江湖，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启生活。军火库的旅程到此就告一段落。雷则是把死亡闪电西蒙斯送到了超能监狱。论起名，除了西斯科就雷最会。这件事儿细思极恐，粒子加速器爆炸的时候，西蒙斯并不在中城，那他又是怎么获得超能力的呢？西亚这边还没来得及得知罗伊活着的消息，却转眼看到了忍者大师无声无息地站在身后。雷小谷不但狂鞭小朋友，还把西亚一刀带走。当奥利弗回家后，妹妹只剩最后一口气儿，忙把妹妹送去医院抢救。这是奥利弗生平最害怕的一次。到了医院，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，眼睁睁看着西亚从鬼门关爬了回来，却听大夫说他随时可能死亡。看着昏迷的妹妹，奥利弗只能无声落泪。马尔科姆更是当场崩溃。顺着窗外望去，市区升腾起紫色烟雾，那是联盟的讯号。奥利弗赶到后见谁揍谁。马小则是传了一句话：只有你能救你妹妹，成为雷小谷，继承联盟，你将有权使用拉萨路之池。这次奥利弗真的没得选了，忍者大师步步逼近，计划更是环环相扣。这世上恐怕只有拉萨路之池能让人起死回生了。但这计划马尔科姆不同意，泉水虽然能复活西亚，但西亚的灵魂会被彻底改变，可能不会是以前的他了。活着总比死了好啊！菲利西蒂立马找雷借飞机，雷则顺势提出了分手，不是因为不爱，只是他看出了菲利西蒂更加在乎奥利弗。雷想起一句话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。也真心祝福菲利西蒂能有个好的归宿。随后他们连夜飞往南达尔巴特。自从妹妹出事后，奥利弗就没合过眼。保护他本应该是哥哥的职责，可奥利弗输了。雷小谷似早有预料，已经提前在门口等候奥利弗，并且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回家。在仪式之下，西亚慢慢被放入了泉水，平静了一息。西亚猛然从水中跃出，如野兽出笼，失去了人性，一针镇定剂下去，才缓缓睡去。醒来后，对奥利弗的记忆停留在沉船，只知道父亲是马尔科姆。这下菲利西蒂忍不了了，当面找雷小谷对峙。这算什么狗屁约定？雷小谷活了数百年，什么没经历过？生活总是残酷，没有公平，又有多少人在寻求解脱？奥利弗当定了忍者大师。菲利西蒂想在失去他之前告诉他自己的爱意。奥利弗这些年给星城太多人的生活带来了美好，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菲利西蒂从不后悔陪伴他，摆脱了那么多身份，奥利弗终于可以跟菲利西蒂修得正果。缠绵过后，菲利西蒂跟他喝了杯离别酒，一杯下肚，奥利弗两眼发黑。他的计划简单粗暴，把奥利弗和西亚都带回去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路上，马尔科姆大开杀戒，
众人意外得到了马小的帮助，在他心里，奥利弗一直是兄弟。如果少夫有在天之灵，一定希望他这么做。踏进秘密通道时，西亚恐惧得像个孩子，也就耽误了这一会儿，就被刺客团团包围，他们随时可能死在乱箭之下。此时，奥利弗醒了过来，以恶魔之名让他们退下。菲利西蒂和朋友们的努力他看到了，但联盟他必须继承。最后，奥利弗把他们安全送出了联盟。妹妹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哥哥在干啥。奥利弗对众人一一告别。这一趟虽然自己回不去了，但奥利弗终于勇敢面对了菲利西蒂，让他这段感情结了果。目送众人离开视野后，奥利弗折返联盟。今晚死了太多人，按照规定应该把奥利弗的朋友处死，这一点雷小谷忍了，但内鬼必须抓出来。马小主动承认了罪行，但雷小谷并未责怪他。内鬼是马小，但萨拉布依旧是自己的手下，只不过是旧情扰乱了判断。何况奥利弗继任后还需要他的帮衬。传承仪式开始，第一步就是让奥利弗忘记自己的过去。十字军东征时期有一名为阿萨辛派的组织，精通暗杀的他们被后人誉为刺客。刺客想要得到净化，唯有用火。这个烙印将代表奥利弗了无牵挂。此刻起，他重生为雷小谷，更名埃尔萨菲尔，担任恶魔的继承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